记着，这个活干长了没意思，投笔从戎。驰骋海天，保卫祖国。舰载机飞行员是一个略显神秘又令人向往的职业。今天呢，机会来了，我们来到了海军飞行学院的选拔现场啊！信心满满的我，现在就要去应聘了。今年的选拔工作呀，有新特点啊，比如说首次面向地方大学生和大学生士兵选拔舰载机飞行学员。我是河南信阳人，是河南郑州华北水利水电大学。我来自北京，我现在就读于南京大学康亚明学院。来自沈阳航空航天大学，毕业于青岛大学，现在服役于海军陆战队。首次选拔舰载机女飞行学员。其实我高中就对飞行员挺感兴趣的，然后这次就第一次招女生，然后就没有太犹豫，就直接报名了。因为我父亲是退伍军人，然后从小到大，他对我的期望就是希望我能进入部队。所以呢，本次应聘不能光我一个男的，对不对？有请我们的女同事黄爱萍，噔噔噔噔。女飞行员还是要女生也来体验一下。没错，但是爱萍呢，像我这样一个心理、生理各方面素质都很棒的小伙子啊，应该当飞行员是没什么问题。但是你觉得你行吗？我觉得我没有问题啊，反而是你的这个身高和发量。总之，你有没有信心？我有信心。好，那么就让我们开始本次应聘，然后在祖国的蓝天上再会吧。开始吧。本年度海军先后在河南郑州、山东潍坊等地设站组织选拔考核，参检对象将参加医学选拔、心理品质检测、政治考核等多项考核科目。其中，仅医学选拔就包括了内科、外科、神经、精神科、眼科、耳鼻喉科、心电、脑电、B 超、放射检验等180多项检测。那么，其中让检测对象最有压力的是哪一个呢？转椅项目它本身是有一定难度的。转椅难一点。转椅吧。转椅检测在我们招飞检测中是一个比较重要的一项。这个的话，我们主要是为了检测学生的前庭功能情况，因为在战斗机飞行过程中，无论他做一些战术动作，还是一些正常的驾驶，他们的一些离心力可能都比较大。我的妈呀！等一下，真的没法对焦。我就知道黄爱萍肯定不行。医生，这个可以随时叫停吗？可以的。好，这个没有生命危险吧？没有，不会转出去的。整个天是这么转的？对，这就是眩晕的感觉，就是这样。我这辈子是当不了飞行员了。哎呀，别这么说，你下辈子也做不了。虽然转椅项目颇有难度，但是真正的挑战其实是飞行员在飞行过程中的他采集的信息啊，80%到90%都是通过眼睛来采集的。眼科呢，它这个尤其视力这个方面，是在这个各科的这个淘汰率中，它是居为第1位的。角膜地形图，我来挑战一下。睁大眼睛看中间的圆心，好，不眨眼不动啊。这个就是术后的一个地形图啊，这是术后被发现了。对，本来想蒙混过关，像这种情况是被淘汰了的，失败。不是我这个眼睛就不用测了，这眼镜一戴肯定有。我信你个鬼！你这个糟老头子坏得很。所以啊，我们还是要好好保护眼睛啊！答应我，看完这条视频以后呢，就不要再看其他的视频了哈。除了医学选拔，心理品质检测也是招飞的重要项目，包括基本认知能力平台、飞行特殊能力检测平台、专家职能面试检测平台和舰载飞行潜质检测平台4大检测平台。通过这4个平台的检测，来检测学员他的心理品质能力、抗压能力、情绪调控的能力，还有手脚协调的能力，综合判断学员具不具备海军招飞选拔的标准。谢教官，那这个是检测什么的呢？
这个呢，在我们心理品质检测这一块呢，叫平台2，飞行特殊能力检测平台。手脚左右手加上你的脑力眼睛4、5我得算一下6。哎呦，我已经忘了脚是干嘛的了，这只能瞎猜了，算不出来了，乱算了，算不出来，算不出来，乱算了，这属于。还有操纵你的飞机也不能光算数啊。对，好好的打击一下它的休扬器，让他知道飞门不那么容易。往左压。2.7分，太丢人了，救命！妈呀，我看有人有7.2分，我只拿了2.7分。8点几的也都8点几的都有，天哪，太难了。可不要小看我们黄爱萍啊，她当年高考在全省排名300多，曾经的学霸竟然沦落至此不知是道德的沦丧还是人性的扭曲呀。谢教官，刚才您说这是很基本的一项检测。对，这是从我们这个真实的场景当中剥离的一部分，就是手脚眼的协调能力。真实的飞行过程当中还会有很多的这个，比如说仪表我们要观察，还有一些特殊情况的这个我们要面对，在空中呢还是有很多压力的。对，就比这个难多了。对的。平台4，也就是舰载飞行潜质检测平台，也有众多子项目。我们拿其中一项举例，检测对象需要在保持一定灯力的同时，眼睛观测信号灯的颜色，左手点按相应的按钮，右手操控摇杆跟随屏幕中的目标。好的。哇，这么大，不要休息。红灯红灯。能力160。哇，这个红灯，黄灯，红灯，黄灯。现在回想起来，我既然这么熟悉红绿灯，为什么不去做交警？我跟不上他。哎，我终于瞄上他了。哎去！当你瞄上他的时候，你这个力量其实就是已经使过了。我觉得这个对我来说是完全超出我的能力了。谢教官，像刚才我在摁这个灯的时候，我不停地喊绿灯、红灯、黄灯。这方面呢，说明第一个咱们的注意力分配呢没有那么广。你是在用你的语言来引导你的注意力往那方面看，同时呢，你又喊出来的话，就说明抗压这一块还需要再提高。阿平啊，我看我们想当飞行员这个梦想，恐怕是要梦碎今朝啊！已经惨遭淘汰了呢。你感觉怎么样？我觉得他们每个人都非常的优秀，都是天赋异禀、文武双全、颜值爆表、身材健美，而且整个选拔过程也是高标准严要求。但是并不能说就是 Mission Impossible。对，我个人认为最好的一点就是它报销所有的费用，比如说你的路费、住宿费、伙食费等等。所以呢，欢迎热爱海军、热爱飞行的学子们能够多多的参与到我们海军飞行员的选拔之中。像我这样一个身体孱弱智商有待商榷的人，依然敢来挑战自己，何况是优秀的你呢？明年一定要报名参加哦。每年度海军招飞的具体时间、要求、流程等等信息，请关注海军招飞网，网址请大家汇存。2023年度的海军招飞工作从去年10月份启动，预计在今年7月份结束。希望他们在检测期间放平心态，沉着应对，发挥自己的真实水平，最终能顺利通过检测。航母舰载机驾驶舱正为他们虚位以待。